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派 TV。今天是纽约时间2020年9月4号，星期五。纽约市的死亡人数是203,708人，确诊人数是239451人，死亡率是9.9%。纽约州的死亡人数是32,972人，确诊人数是441322人，死亡率是7.47%。全美国死亡人数是189305人，确诊人数是6252972人，死亡率是3.02%。恐惧指数是29.38，油是$40一桶，黄金是$1931一盎司，小麦、大豆和糙米的价格非常稳定，牛肉和猪肉的价格还是在高位盘整。人民币呢，近期又暴涨，现在人民币对美金的兑换率呢是6块8毛7兑1美元。美国的 CDC 公布的一个最新的统计报告指出全美染疫死亡的案例当中，约有6%的民众唯一死亡的原因为新冠病毒，其他约94%的民众呢，则在感染病毒之后，潜伏的病因，它的状况急转直下而宣告不治。全美国的染疫死亡案例中，只有9683例死亡证明书中列举唯一致死的原因是新冠病毒。统计显示，全美国与新冠病毒有关的死亡案例呢，平均每个死亡案例的患者原本就存在2.6种潜伏的病因。流感和肺炎包括了呼吸道衰竭，包括了高血压疾病，包括了糖尿病，包括了血管型的失智症和原因不明失智症，还包括了心搏停止，又称为心脏停止，还包括了心脏衰竭，还包括了肾脏衰竭、故意伤害或者意外伤害、中毒或者其他事故，以及其他的健康问题。报告中指出，死亡证明的开立原本就需要时间，那么染疫致死案例呢，有关的死亡证明开立过程则耗时更久。内容呢，包括其他管道可能无法取得的讯息，因此可信度呢就比就医的记录等临时资料来得高。但是白宫的冠状病毒顾问安东尼·福奇驳斥了这种说法。他说，有一定比例的人呢，除了新型冠状病毒之外没有其他疾病，然而有潜在疾病的人也会死于新型冠状病毒，也就是说，这并不意味着死于新型冠状病毒的高血压或者糖尿病患者就不是死于新型冠状病毒。这有点绕啊，大家慢慢想。那么根据截止到周二的这个数据全美国至少有183600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占全球已经报告死亡人数的21%多一点。但是那些年龄更大或者是有基础疾病的人，更有可能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而染上严重的疾病或者死亡。CDC 的报告称，美国报告的新型冠状病毒的死亡病例中，几乎大部分死者的年龄都在65岁以上。我们把这个当笑话听人民币的增值和价值它的不是美元外储，不是黄金，而是中华民族创造能力和发展前景，是中国实实在在的工业产能。那么人民币是可以在中国买到你所需要的所有资源产品和服务的，所以人民币的锚定物就是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人民币的锚定物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比较滑稽的。打个比方，如果我去银行贷款1000万，银行职员问我拿什么担保，我告诉他说我拿我的前途命运，银行会贷款给我吗？众所周知，纸币是靠信用发行的，而想用来交换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呢，必须让对方明确你的货币能够买到什么，能买多少，它的价值如何衡量。否则呢，为纸币就失去了流通和交换的基础，因为不能衡量的纸币呢是无法使用的。那么这个纸币呢，与之挂钩，能够为它提供衡量基础物，就可以称之为货币的锚定物。世界上货币的锚定物
是非常多种多样的。例如，有的国家以石油为锚定物，石油大涨，货币增值就具备了大量发行的基础，反之亦然。而有些国家呢，国力雄厚，信誉做主，它就可以根据世界经济的情况靠信用发行，当然还包括黄金。那么任何一种货币啊，不管你的锚定物是黄金也好，土地也好，外债也好，总是有一些具体的东西。如果太虚无缥缈，等同于没有锚定物，没有锚定物发行的货币能叫货币吗？可是不幸的是，我们看到人民币在上涨，而它的锚定物是什么呢？它不是一个东西，它是一种向往。所以姑且我们在这边当成笑话来听。我们知道有很多人他 complain 啊，他抱怨说美国享受了美元创造的超级特权和不流眼泪的识字，美国用一钱不值的废纸来掠夺其他民族的资源和工厂，这是戴高乐的经济顾问雅克吕夫说过的，更是进一步总结了美元霸权的荒唐。这次新冠病毒疫情啊，在欧美爆发以来，美联储就悍然宣布实施无限制的量化宽松措施，短短几个月狂印3万亿美元，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扩充近80%，想怎么印就怎么印，而其他的国家连一句话都插不上。已经是没有黄金做抵押的美元啊，凭什么可以如此肆意的印刷呢？欧元、日元、人民币呢，乃至其他的主权货币，为什么就不能够充当主权的货币呢？原因呢，就因为美元呢，充当世界货币呢，它有7种武器。武器一，它的粮食的定价权。我们知道人类啊是一种很脆弱的生物，每秒钟差不多都要呼吸一口空气，每天都要喝水和吃饭，于是空气、水和粮食由此就成为人类维持生存最基础最基本的3种资源。空气随处都是，而淡水呢完全取决于自然条件，只有粮食才是全世界人人都需要的基础商品。能否保证世界上食品价格的稳定低廉，是世界货币基础信用的试金石。2019年，全球粮食总产量为27.2亿吨，有14亿人的中国以6.6亿吨排名世界第一。那么中国的粮食自给率呢，是大约在95%。相比之下，仅有3.3亿人的美国却以5亿吨的产量排名第二，它的粮食自给率高达147%。因为粮食的产量远超过国内的需求，所以美国多年来都是全球第一大粮食出口国。这意味着只要世界范围内粮食生产不出现大灾难，美国将始终有能力以一己之力压低全球以美元计价的粮食价格。那么其他的粮食出口大国如法国、澳大利亚、阿根廷、加拿大、乌拉圭、乌克兰等，人口规模太小，它的粮食总产量加起来呢也抵不过美国。事实也的确如此。自从1971年纯信用货币体系在全球实施以来，以美元计价的全球粮食价格从未出现过持续性的上涨。50年后的今天，它的整体价格也就相当于1971年的2到2.5倍，没有其他任何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武器二，原油的定价权。美国的资深政治家基辛格曾经说过下面的话：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人类；谁掌握了货币发行权，谁就掌握了世界。为什么控制了石油，就基本控制了所有的国家呢？因为现代国家的整个行动能力和管理能力都是建立在石油与能源的基础之上。任何工业生产的开展，或者是基础设施的修建，都依赖于大型的机械作业，而这些机械就是依赖于石油而驱动的。那么现代的机械化式的农业生产完全依赖于石油农业，而将这些农产品加工成真正的食品，又依赖于电力和原油。开发新矿山和新矿藏，无论是金属还是非金属，基本都依赖于原油驱动的机器。更不必说我们每天使用的交通工具，基本上也是依赖于石油的驱动。
远在1973年，为了挽救美元的价值，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中东开展了穿梭外交，说服了中东产油国，也是世界最大的原油出口国，同意在原油交易中采用美元结算，然后再用卖石油得到的美元投资美国的国债，因此建立起了石油美元的循环体系。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体系。那对于美国和欧佩克产油国来说，产油国出口石油，石油必须以美元计算，产油国得到美元存回到美国大银行购买国债，其他国家呢无法得到美元，那么美元在国际上紧缺，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牢不可破。对于非产油国家来说呢，那么现代生产需要石油，那么进口石油必须以美元结算，像中国必须向美国低价出口商品和服务，换来美元进口石油，再用石油生产更多商品和服务来换取美元。美国呢不必从事真实的生产劳动，只需要印钞出口，所以美元它的国际地位双重加固。那么世界货币的地位呢终于再次稳固。那么这一过程呢也让所有人意识到，大宗商品的结算货币本身也是一种巨大的权利。那么石油美元虽然保证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但是因为原油价格呢受制于欧佩克的产量操纵，它的价值稳定还是受到了很大影响。有鉴于此，1983年美国决定建立一家原油期货交易所，将原油变成了标准化的期货合约，这样就可以通过金融市场对其施加影响。1983年，那么纽约的商业交易所的 NYMEX 推出了西德克萨斯的中质油期货合约，简称 WTI 原油。有了 WTI 的原油期货，人们就可以对未来的一桶原油的拥有权呢进行多次的买卖，生产者呢就可以提前锁定出售价格，消费者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原油需求提前进行价格安排。更重要的是呢，无数的商人投机者呢可以从这场交易中获利。所以不论是生产商、贸易商、炼油商、纯粹投机者或者金融机构，他们都对于原油期货趋之若鹜，由此形成了巨大的交易量，由此就有了所谓的价格发现功能。那么原油期货的定价权在很大程度上从欧佩克转移到了美国的金融市场。那么更重要的是，因为交易规模特别巨大，那么超过了其他所有金属期货的总和，那么原油期货市场容纳了巨量的美元投机资金处于其中，它不会溢出来到社会上真的去购买实物商品，这也切切实实降低了美元在国内的通胀情况。当然额外要说的是自1860年原油工业化生产开启以来，美国在10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都是全球最大的产油国，直到1973年才被中东的沙特超越，而且就在2018年，那么借助于页岩油的崛起，美国又重新夺回第一大产油国的位置。那么最大的原油生产国、最大的原油消费国、最大规模的原油期货交易市场，其他原油出口国以美元结算的原油价格，就这样一起成为美元霸权最重要的支撑之一。所以不管欧元区、中国或者日本完全没有这样的条件。第三个武器呢，就是它一个发达的金融市场。那么我们提到利用原油充当美元的新锚，那么有个坏处就是价值不稳定，因为原油的价格呢经常会有比较大的波动，而且每一次美元它超发了以后呢，直接会导致原油价格暴涨，让人们对美元的价值呢就会产生了怀疑。所以能不能为超发的美元提供一个更好玩的去处，那么就像当时欧佩克卖原油的美元用来买美国国债一样，有了这一个大池子，美元就可以不影响现实商品的价格了。从1971年开始美国政府它放松了金融管制，鼓励了金融创新，什么住宅抵押贷款啦、外汇期货、浮动利率债券啦，还有利率期货啦、汽车金融啦、期权交易啦、票据便利等等。那么一系列的金融创新工具被发明出来，不断的扩张着美国的金融市场，那容纳的美元数量呢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那么创新的核心就是资产的证券化，只要能产生现金流的东西呢，都尽量给变成标准化的投资品种。然后呢，大家拿着账户美元
就可以在金融市场呢这个池子里面随便的投资赌博了。那么只要账户美元都在这个池子里流转，没有更多的美元溢出变成了现金货币，那么美国乃至全世界以至美元计价的基本商品和服务就不会涨得很离谱，那么世界人民呢也觉得还可以过得去，很满意。那么1970年美联储的总资产呢当时是不到800亿美元，那么1980年的时候变成了1700亿美元，1990年呢变成了3300亿美元，2000年变成了6000亿美元，那么到了2008年就变成了9000亿美元，而到了2014年呢就变成了4.4万亿美元，而现在这个数字呢就变成了7.1万亿美元。那么最绝妙的是啊，美联储印了这么多钱，人们在现实中的感觉到的物价呢却只是轻轻的这个微波荡漾。美联储印刷的美元究竟都去了哪儿呢？当然是进入了金融市场。除了规模巨大的原油期货市场呢，那还有其他的期货市场，那包括了规模巨大的美国债券市场，目前的规模是45万亿美元；规模更加巨大的美国股票市场，目前规模是60万亿美元。那么规模更加巨大的外汇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正是如此巨量的金融市场，那么撑起来了美元在全世界的流通性和信用。只有得到美元，你才算拿到了进入全球赌场的门票。相比之下，那么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全部的金融市场把所有的市值规模加起来也抵不过美国的一半。第四个武器那就是经济和贸易的体量。那么从19世纪末到现在啊，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那么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贸易是不可能绕开美国的，而和美国做贸易呢，当然使用美元最为方便。所以即便在美元还没有被明确为世界货币的年代，当时是在1890年到1945年，使用美元在国际贸易的结算中呢，已经是非常普遍了。那么随着1945年的那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确立，美元就取得了等同于黄金的地位。那么美元在全球贸易结算中的地位呢，一直都牢固的占据第一。那么所有其他货币加起来都赶不上，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那么长期以来，我们知道美国不仅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而且是全球第一大商品贸易国，只是在2018年才被中国超越了。那么虽然美国的贸易额在全球目前仅占11%左右，那么与中国相当，但是全球以美元计价的货物总额却达到了全球贸易额的50%以上。第五个武器，美元本身的历史信用。自2008年以来啊，由于美联储和美国政府动辄大手笔的救市，那么导致美元的价值呢遭到了损害。但实际上，如果与人类目前为止所有其他出现过的信用纸币进行对比，美元依然是最不坏的那一个。哪怕是用黄金来衡量，美元自1792年出现以来呢，到了1971年的180年间，美元的价值只出现过2次明显的贬值，一是在美国的南北战争时间，那么这一期的这个贬值呢，战争结束后呢就恢复了；二是1934年的大萧条期间。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啊，在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当德意日法西斯最猖獗的时候呢，美国就是用了美元和它背后的物资，那么援助了全世界来抗击法西斯，包括援助了中国，在某种程度上说拯救了当时的文明社会。这就使美元被所有向往自由的人视为自由的象征。即便在1971年脱钩黄金以后，对比其他的信用货币，美元依然是最不糟糕的那一个。那么第六个武器呢，就是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了。如果说以上5条就是美元信用支撑和来源的话，那么军事力量和科技创新能力呢，就是这种支撑的保护力量，那么确保美元在世界各地的信用。世人皆知啊，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军事能力排名第一的国家，那么每年的军费支出呢，比其他国家所有的加起来还要多。那么美国在全球设有6大战区司令部，分别是北方司令部、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中央司令部、欧洲司令部，还有南方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
那么分别负责全球几大区域的事务。那么2009年更是增设了网络司令部。川普好像又成立了太空军的司令部，同时美国也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武装力量和军事技术，不论是陆军、海军还是空军以及其他兵种，那么美国的武器装备和组织能力都是世界上目前最先进的。而140万美军的官兵，40万驻扎海外，美国还与40多个国家和地区呢订有多边和双边的军事条约，海外基地和设施共700余个，向40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军事援助，和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订有援外军事训练计划。这是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呢强大到如此。第7个武器就是源源不断的它的科技创新的能力。很多人可能会忽视美国的科技创新能力，那么这个选项，但实际上呢，这个创新能力啊，甚至比军事强大更为重要。这才是美国历史上以来啊，它强大信用的基础来源。那么从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从原子弹到计算机，从互联网到智能手机，从人造卫星到如今的电动汽车，能够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的技术创新，绝大多数技术都起源于美国，因为只有美国才有如此宽松的创新氛围和环境，只有美国才有如此发达的风险资本体系，也只有美国才有如此灵活的政府管理体制。而且美国还拥有全世界最顶尖的大学和实验室，拥有最发达的市场体系，可以让那些先进的技术和具体的商业应用呢，以恰当的方式相结合。所以最重要的是自由的空气、开放的环境、安定的社会，再加上优厚的薪水报酬和工作条件。那么从第1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就已经成为了全球顶尖人才最向往的科研胜地，将近100年了，吸引了全世界的顶尖人才。这个趋势呢，到今天还在继续，这才是美国相比于全世界其他国家最有竞争力的地方。那么其他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没有这个能力，就是因为有源源不断的科技创新能力，拿着美元，你始终就不会脱离这个时代。这当然会在思维和信念上为美元的信用保驾护航。当然有的人会说，更多的是中国人会说，甚至是中国政府会说，那么以前是不是英国啊没有美国这些条件，当时也是世界货币对吗？当然这个问题是有些错误啊。英镑当时啊充当世界货币的时代呢，除了拥有全球最强的经济实力、工业实力、贸易实力和军事实力以外呢，他还承诺永远要按照固定价格呢兑换黄金，这才是最根本，恰恰是现在的美元做不到按照固定价格兑换黄金，所以今天的黄金才是1936美元1盎司，所以才需要有这种7大武器维持确保了美元地位。那么有的人可能会误以为啊，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是不是美元的信用呢永远充当世界货币呢？那么这是唯一的，这是最合适的，这我是同意的。但是呢，这世界上有很多无知的妄人，我先不说是哪一个国家的，因为某个国家攒到了某些优势，一个或半个或2个，就开始不三不四的想吃天鹅肉了，满世界叫喊着什么代替美元啊，什么国际化之类的乱喊口号。那么至于未来的世界货币到底是黄金、比特币，或者是国际社会所定的其他东西，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肯定，在我们可预见的将来，哪怕是美元衰落了，那么其他的欧元、日元、人民币和任何一个经济体的主权货币都远远没有资格来充当世界货币，甚至连一丁点的可能性都没有。所以还是拿好你的美元。派 TV， 欢迎订阅，我们下次见。